那小子呢？没来？啊，您说的那个棒槌啊，怕是没脸来。派这么个大棒槌来开脚，不知道东家是不是傻？来，多次数不清，学会一身坦荡，翻过千面惆怅。不会。奔光阴，也曾一个脸庞，演过人生波澜。我看过你的血，各位平遥城的老少爷们，四乡八里的叔伯兄弟，在下李钦，京城李家的人，在这平遥城啊开了一家万元档，主要就是为了来当学生学艺的。感谢各位的捧场。我们呀是外行，不敢劳动大家伙的腿脚到店里去续画，更不敢站在那高柜台后头压人一头。我们就在这城门处做点小生意，当场对，当场取。万元档的当铺在东边，银号在西边，凭票领银，童叟无欺。诸位，醒了。大当什么呀？凭票领银，童叟无欺啊！还能喘一口气，就剩这凄凉，扛过刀剑风霜。人生在世，注册2、3枪，把3钱给抹了。银簪子1只，当3两银子。出票。大嫂啊，这3钱呢，就当是本店的小利了，可满意啊？来，在这上面跑呀！千军一起万两，昨日凝如铜板，万年内放。一步烽烟，一条路，人生永朝丈量。人是东方。对，大吵着急来见，到时候别来着急，轮的来。这个簪子你给他找找。都有了，不着急啊！来，下一个。慢些，别着急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来。都有了。来，你看，真行啊，库里都清出来了。这个傻棒槌，他跟京城来的那个姓李的公子哥，在城门口花钱如流水，3两3钱的银簪子，他竟然当了3两。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买卖，笑破肚皮了。朝奉都没请。没有，您老就放心吧。哎，他一个京城来的人，敢在平遥开当铺，那不就是关老爷门前耍大刀，嫌自己死得太慢吗？银号的大掌柜来了，要见大朝奉了。哟，我说祝朝奉哎，您在搞什么鬼啊？谁跟你搞鬼了？城门档那家伙，现在已经把手都伸到银号里来了，您还在这儿装死？这与我们有何干系啊？哎呦，有何干系？您倒好啊，撒出个妖精去，自己在这儿乐得清闲啊！北京城那家伙把自己的银号利率往上浮，现在整个平遥城，但凡有点钱的，都取了银子往他们那儿存呢。祝朝奉，您倒是给个主意啊！我那儿已经开始挤兑了。我这铺子里有的是现银，他想挤兑就挤，生意不能倒。来个人，来，啊，让伙计们把现银都准备好，1个时辰1趟，往咱们自家的银号里送。现在就去。朱朝奉，这万一不够怎么办啊？那2个棒槌可是把平遥的马蜂窝给捅了，其他银号都和我们一样，这纷纷取了钱往他们那儿送了。这要稍有不慎倒了一家，那可就闹笑话了，这让外行的把内行的给玩死了。哼，到这儿拼有钱了，他可是找错地方了。
放心，头寸不够了，我给你调。大少峰，从咱们这儿赎出去的东西啊，全都到了城门口那2个棒槌的手里了。你说好笑不好笑啊？别着急啊，一个一个来。称一下看看多贵。几天就挣下这么多？好，猪花3子1根，倒银5两。你的花钱大好了啊！在这画押。现银9钱3分，您在这儿画个14就行。上好布匹1款，当银10两。随时能取。我店门口那个大银葫芦您看见了吗？我要是付不出来，您就拿斧子，明天把那银葫芦砍了扛走，我一声不吭。没人。他们在城门口啊闹腾了1天，再闹下去啊，县老爷都要派兵把他们轰出去了，城门都关不上了。哎，我就纳闷了，这古平原到底是不是太尉峰的人呀？怎么还倒帮上外人了？他倒是想进太尉峰啊，太尉峰不肯留他呀。没事儿，我倒要看看这2个人能弄成什么样。今天赎出去的东西，超过好几年了，给您道喜了。那棒槌误打误撞，倒把咱们给帮了。他不是棒槌，是催命符。小心的钢啊！踩里头去，小心地上。好。这下倒好，那全平遥城的破烂都在我这儿了。哎，掌柜的，麻烦让一下。哎，我怎么觉得还不够呢？哎，咱俩今儿是把外行的事儿他干绝了。人家刚在我们这儿当完东西，转头出门就笑我们俩傻瓜呢。咱这就是赔本赚吆喝，纯烧钱。你要是拼不起，那就别拼了。天底下还没有我拼不起的事儿。明儿继续。今年是因为赶集，只怕到了明天，人未必有这么多了。明儿呀，咱们就照方抓药，把平遥城下面的9乡12村，家家户户全都扫到一遍。这就叫上门当。哎，古兄，这个名字好，就上门当。赢下的东西都到了山西，山西又偏偏聚到一座城里，原来是各为其主，现在却是合兵一处。天底下怎么有这么巧的事？那位古先生和少爷合兵一处，倒也妥帖。怎么说？这2个人用行里话讲，都是棒槌货，竟然能想出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点子来，倒让山西人也来了个莫名其妙。等他们相互为敌的时候，他就不会这么高兴了。这孩子呀，哼，真不让人省心。这当铺的生意不行啊。
我来的时候，少爷还在说，当地人不信他们能干得久，所以不肯在他们那儿当东西。不过票号能做起来，也殊为不易了。票号放款当不出款，这一放一出是差不得分毫啊！你像这种固投不固定的做法，就是太年轻了。少爷说，家里能不能想些办法，再支援他一段时间？我这答应替他回来说说看。这刚出去几天，就让总柜给他汇钱。你告诉他还能不能干了？不能干回来，我换人接手。2两，你看我们是上门当，新推的上门当。上什么当？不是上当，是上门当。不上不上。来啦！啊，那你是？大姐您好，我是平遥城万元档的掌柜。我们现在推出了一个叫上门当的花样，您家里要有什么需要当的东西，不用出远门，就在村口找一位姓古的先生就行，现银和当票都已经给您备好。这是一本唐代祖师刺血写成的《金刚经》，老衲想当50两银子，把去年着火的禅堂重新再修起来。记唐人刺血《金刚经》一本，银子50两，见票支付。老方丈，您在这儿画押。探月，不打开吗？此等圣物就这么随便打开了，那岂不是玷污了它？在菩萨面前，我不敢欺心啊！大师勿疑，取银子便是。现在也没到交税的时间，再说家里有钱也不用买东西。是，您这钱要不花呀，您有当的东西，当完之后可以就手存入我们的银号。我们的银号是3分利，比平遥城内的高1分半。而且您存的东西越多，这利润就越高，童叟无欺。我想大师修葺禅院一时也花不了这么多银两，不如请人来修，把这些银子先存到万元档的银号里，买材料、请工人的费用就见票支取，生出些利息，就当我们给大殿添香油的钱了。依你，都依你。东家，东家来了。东家好。都坐吧，都坐吧。啊，今天叫我来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又想搁车呀？马上就走？东家，你别取笑我们了，我们要走这事儿没了。对，这事儿就没了，随风去了。是。今天呢，我们请东家来，是想问问那个小伙子呀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和东家有什么来往，可是他这么一闹啊，激起了平遥城的公愤呐。我们不能不先给东家您说一声。那个棒，他坏了规矩。这10几天，他把平遥上上下下刮了个遍，所有当铺的货都空了，全被他家吃下去。能当3两的东西，他当5两；能当5两的，他当10两啊。他后边带了个银号，给的利又高。他把平遥所有的银号啊，轮流的霍霍了一遍，家家取出钱来，都存到他那儿去了。闹腾的到现在啊，咱们当铺是空的，银号是空的，天底下没有这么做生意的。他实在是个害群之马。您和县太爷熟，出面管管他。要再这么闹下去，怕是真的要翻天了。这当铺盈利啊，守在一个利息，贬低押物，活当，喝血吃肉，
死当、敲骨吸髓，这种暴利的行业你们也能干垮了？他们让利还得利，你们呢，只会让我找县太爷抓人，这不叫做生意，你们这叫看门等死啊！东家，你不带这么夹枪带棒的说我们呀！我们要是干垮了，在这行里我们可没活路了呀！你再这么说，这就是不念旧情了呀！求求东家，念念旧情吧。东家，您还是得念念旧情。念旧情。鲍将军说来赎他的刀和黄马褂了吗？拿去。这是古平原唱的当吧？鲍将军说，看不见古先生人就不把东西拿走。打了一辈子鹰，反倒被鹰叼了眼睛。你们可都得老老实实的啊！段爷，他现在去万源荡找古平原了。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就是大清的第一勇士。豹子营的主帅鲍清德将军，人家这次来就是为了专门酬谢古先生的。他把平遥城所有的协饷都给了万源荡的营号，这笔钱连巡抚衙门都不敢多问一句。看来这李百万啊，确确实实是在平遥城扎下根儿了，他得感谢你们仨呀！东家，这不是我们的本意呀！哎，别！我才不管你们什么本意不本意的，哼！是你们仨把人家给撵出去，事情就是这样的结果。你们仨还想在这行里混，就老老实实的回家仔细想想，好好查查你们的账，找我来对，一笔一笔说清楚了，说明白了，我还能帮你们想想法子；说不明白，哼，你们啊，回去抱你们的娃娃，穿你们的幼棉窝窝。青石板上砸黄豆，硬碰硬嗦。连文是把城里头闹了个底儿朝天。底朝天谈不上啊，只是给他捅出个窟窿。我这个古兄弟啊，做生意那叫大将用兵。说实话，前两天我心里真虚得很。花钱租那些个仓库，里头放的都是些锅碗瓢盆，还有一堆破水缸，哎，那简直要了命了。你这个话一点没错。醒过来，你倒不想想，咱老鲍是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人，万一有人把我这肩膀上的9斤半给砍了，你那1000两银子不是打水漂了吗？说实话。像鲍将军你这样啊，穿黄马褂、带腰刀的人，身价何止1000两啊！说句不好听的，万一你要是殉国了，我捧着你的黄马褂和腰刀去到大帅的军营里，就算我出价2000两、3000两，大帅也得赎啊。
贵，贵得很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小娃娃当真是了不起哟！我老鸨也算是见过天下英雄，不负此生了啊！哎呀，你说，咱们这么一搅和，把平遥城捅了个窟窿，你是不是就能脱困了？脱困？我的案子一天没消，我走到天边都是戴罪之身。要是能让受我牵连的人脱困，那我倒是死不足惜。哎，你别瞎说，实在不行你就跟我回北京，我爹总该有办法。李百万这3个字儿，那可不是白叫的。他认识那么多王公大臣，帮你洗脱罪名倒是不难。大不了我跪着求他。哎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这叫什么话？和你一起做生意，那我心里是痛快的很。你要是被官府抓了，又得给你送回去了。你还是离我远一点吧。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你了解我犯了什么罪吗？现在和我走得近的人，都已经被我连累了。咱们呢，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其实，我挑你整出这么多花样来，无非是想互相利用。你可以在山西立足，而我呢，可以把我想救的人给救出来，仅此而已。至于做朋友，我没这个资格。先走一步了，比清秀。古。来了，哎，坐。我是为了四爷而来，你不是想要那套宅子吗？尽管拿去好了。这地契我也带来了。今日当铺的局也给你破了，这个买卖算圆满了吧？圆满了吗？自然是圆满了。我还找你做别的事儿。买卖不是这么做的吧？买卖怎么做是我说了算。常老四这个房子呀，我不打算要了。啊，地契你收回去，你是自己留着也行，给他也罢，就当给你们俩的赏赐了。不过，人是帮不了，你还得帮我办件别的事儿。哎。听说过闯王宝藏没有？相传李闯攻克京师之后，用赎罪金的名义集聚了7000万两白银。后来兵败如山倒，弃长安奔湖广，经过山西时被清军追击，为了逃命，将这些银子弃于一处山谷之中。山谷中有8户村民，偶得这天降横财，此后开始世代经商。老八家从明末至今屹立不倒，就是因为他们依靠闯王宝藏，纵有天大的劫难，都能凭着宝藏逢凶化吉。如今我要你进到老八家，帮我寻得此宝。你看吧，还是给我把它找回来。哎呀，看人家年轻人，听说是那王老爷的心腹，那算是可大了。
位先生，请掌柜落座。就正。掌柜的看正了。恭喜东家水流千遭归大海，东家得天下英才，自此高枕无忧了。黑子，到哪儿耍胳膊根儿去了？爹不是说不让你跟人斗气吗？我这种人也只能给人耍耍胳膊根儿了，哪有人聪明啊？谁又惹你生气了？今天太玉峰换掌柜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不上街，我上哪知道去？换的就是咱爹提着脑袋救下来的古平原。冒儿咣咣做个新郎，正和现代爷喝酒呢，可真是威风。咱爹救过他是不假，但他也救过你们呀。他，哎，不，你能别老替他说话成不成啊？我这不是觉得他人一阔脸就变，咱爹现在还在里边关着呢。那你叫他如何？让他去劫狱？黑子，你也不敢吧？还是说让他在家中陪着我哭？好像我也不缺人陪。哎，他好，他最好。一逃犯活得好好的，人上人一样。咱爹行侠仗义一辈子，啊，现在关牢里。一会儿陪我去送饭，这种傻话别再讲。不是那万月道的那个。结婚成了你家的少爷。李新阳，他来这闹球场了。哎，这怎么光有那个人未及道喜，恕罪恕罪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朋友，京城李百万的大掌柜，万元档的当家人，李清雄。这个就是李百万的公子。掌柜的，来了贵客也不给引荐一下啊？这是万元档的当家人李清雄，这是我的东家王先生。王老爷子，久仰久仰。哎呀，不敢不敢，哎，在下王天贵也不老，可是一表人才呀，啊！听说就是你，把我的当铺和票号搞得入不敷出，把整个平遥城搞得七荤八素的那个年轻人呐。小子，瞧瞧瞧瞧。瞧瞧这些人，恨不得一口口把你给吃了。王老爷子，不敢不敢，我不过求一个立足之地，我就是来当学生学艺的。好一个学艺，成了。你今天把这个凳子搬过来，
在平遥城就有你一席之地了。啊，不过你要记住了，那些小把戏是不是该收一收了？这个自然。得罪诸位勿怪啊，学生我见礼了。从今以后那些胡闹的把戏，依王老爷子的话，全都收了。吃好喝好，不够再加。最近出了个新鲜事儿，平遥城来了几十个朝奉，你说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这几十个朝奉掌柜突然之间到平遥这个小县城里来，只怕是你身边那个苏小姐搞的鬼吧？今天能把各位请到平遥城来，是我的荣幸。在座的都是山西地面上最老的当铺朝奉、票号管家，等闲都不愿出门半步。且敬此杯。没事了，真的假的？写的是。你们肯来，我是给够了钱的。要问这是多大的买卖，这买卖自然大。做买卖，有人谋的是财，有人谋的是名，我谋的是国。我从南边来，这屋里头啊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通敌的罪是谁也跑不了了。来，为了这个罪名，我敬大家，一起喝一杯。兄弟，这个女人不简单，离她远一点，不然祸及满门。这话我也想跟我爹说，可是他不听我的。你呢？我什么？你当上这太尉峰的大长官，这多少人眼红的位置？除了河东老八家，实力最雄厚的就你们这位王老爷子。你这是打算做此官守此礼，从今以后开始和我作对是吧？逢场作戏，如此而已。干脆呀，你辞了位置，到我万元档来，或者我给我爹写信，把你这罪名抹。反正你在这儿做一天掌柜，我心里就不舒服一天。万元档不想有你这么个敌人，我也不希望有你这么个敌人。你的美意我心领了，只是眼下还有事情没做完。有一天走投无路时，你莫忘此言。天下两分，义军已占一半，江南一带最是富庶。可这些年仗打下来，起起落落，连南京城里的票号当铺都荡然无存了。还有浙江、苏州、扬州、镇江、宁波，这些哪个不是富得流油的地儿啊？现今一片空白。义军有意整顿江南财政，让商旅流通。可那些做票号当铺的人才死走奔逃，一时间也找不到许多，所以请了大家伙来。你们当中愿意去南边讨一份生活的，我可以帮各位，把家小东送去南京，安置妥当，万无一失。到了那边啊，大家可以选好的商铺，趁手的伙计，重启票号，自己当老板。早期的钱由义军出，子孙也可以在南边考取做官，干得好的还能弄个爵位。
我向各位担保，最多3年，让南边的银钱流通起来。3年之后，还想留在南边的就留下，想回来的，我自然能给大家伙再弄回来。学想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下？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，鲍清德将军把平遥城所有的协饷都给了少爷的银号。每年几百万两银子的军饷，平遥那些银号都红了眼。你说这个孩子就顾着做生意，一点后路都不给自己。您自个儿都说天底下没有人让路，什么城门当啊、上门当啊、佛门当啊，没有这样的信女，凭什么接到这种买卖？古人千金是马骨，少爷不到1个月就有这番成就，您得夸他。我还夸他，这是旗开得胜啊！您觉得呢？也是啊，到山西没多长时间，能打开这个局面，实属不易。这话能对少爷讲吗？自己人不要自夸。山西那边还有什么消息？哦，少爷写信说，姓古那小子已经回到当铺里，他们现在各安其位了。这个该如何对少爷讲？写信告诉他，生意场上的朋友是天底下最信不过的。东家，得罪了。你这个太玉峰的大掌柜，做的滋味如何？我这身份朝不保夕，东家让我演什么，我就演什么呗。哎，你是不是看上常老四的丫头了？你怎么说这样的话？我如今什么身份，他什么身份？我能看得上他？看上了也无妨啊。你现在是太玉峰的大掌柜的，一掷千金也是可以的。哎，我给你一场富贵，你要吗？你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？那里关的可都是富贵人。这让我明白一个道理：在这人间，没有什么比平安更重要的。10日之后，老八家代表赴晋阳山庄。这老八家里边有一个老康家，丢失了王爷的军队辎重，朝廷震怒，这回一定要办了他。老康家世代都是保镖出身，家资雄厚，可是这次他不得不变卖家产。你以为卖的是家产吗？那卖的是字号。我明白东家的意思了。东家的意思是要血拼，买下康家，拼进老八家，在闯王宝藏上也插上一脚。那就算让你知道了闯王宝藏所在何处，你还能做什么呢？毕竟那宝藏是由老八家共同掌管。说你是个书呆子，你还真是个书呆子。钱是什么东西啊？小钱能通神，大钱那就是神。玉儿姑娘，哎，去哪儿啊？别碰我！天气凉了，穿上点。哎，我这衣裳没得罪你吧？我看你得意的很。
这么久不见个人影。四爷被关在里头，我也着急。但我回去有什么用？和你面对面一起哭啊？那你也不肯来，让我一个人在那里猜。黑子，你知道的，他说话就没有个把门的。我看你喝得醉醺醺的，一点不像要哭的样子。怎么？说在你心中，我是个贪图富贵的人？你以为我想流落他乡啊？你以为我想当这个任人摆布的掌柜啊？平遥怎是他乡？我便是生在这儿的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家在徽州，现在又回不去，无法在老娘膝下尽孝。那平遥于我而言，可不就是他乡吗？就你会说。反正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。哎。要被你气糊涂了。我爹病了，时好时坏，他住在那里晒不到太阳。虽说比其他犯人过得好，但那毕竟是监中。我让他好好休息，他又每天问你的消息，你让我怎么说？说你已经当了大掌柜的，每天穿的人模狗样的，还披一个大黑斗篷。你就这么跟四爷说？你看他信不信？倒是你，别成天听那些是是非非。那些都是逢场作戏，傻子才会信的。我才不是傻子呢！别看我这么骂你，其实我根本就不信。我跟黑子讲，你若是贪图富贵的人，当初留在草原便是。我就是心里焦急得很。好了，别说傻话了。上次不是告诉过你吗？王天贵让我帮他办成2件事，办好了才肯放四爷。楼上有人。来来回回就这几句，姓古的滚你的吧！什么人？哎，天这么冷，你自个儿留着穿，好长命百岁。这个不识好歹的玩意儿，滚吧！这是个俄罗斯人送我的。这什么这个那个的呀？你个大少爷干这种贼活，一点也不懂行。大户人进来都做半天了，竟然没发现。我又不是天生做贼的人，我只是好奇而已。好奇？想知道什么呀？是你把那几十个人弄过去的，弄到长江以南。你真的是造反的人呀！这你不都知道吗？还问？那我爹还这样听你的话，不知道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，全家都会砍头啊！这话说的真好，果然是个孝子啊！你爹为什么要听我的？你难道不该问你爹吗？反倒审问起我来了。对，我自然要问他。不过我先问问你，你肯定知道。我自然知道。但是你爹不让我告诉你呀，说你是个小孩呢。是不是想知道为什么我跟你到平遥城来啊？现在知道了吧？我有我的事儿，
你呢就好好做你的大少爷，别闹。走的时候我跟你爹说了，这赚不赚钱都无妨，挣了赔了只当是个笑话。这笑话闹得越大，越能帮我遮掩些的。难怪。那是当然呀，要是没你在这折腾，吸引大伙儿的注意，我找那么多人很容易被怀疑的。说起来，你可是个大功臣呢，有机会去南边，自然好好赏你。你事儿已经办完了，你赶快走。我爹他家财万贯的，就算欠你什么人情，现在应该也已经还清了。走。你这小孩说话真逗，我是不可能放过你爹的。现在我连你我也不放过。你真以为我不敢开枪啊？你要是想动手，好歹选个能用的东西吧。这是我朋友送我的礼物，从未装弹。我赏完一次都得很精细的擦半天收起来。你这么随随便便的拿着，就不怕我心疼吗？放回去。说了你也不听。真是的，给弄脏了。哼，你有没有子弹吓唬谁呢？以后再进我屋，这一枪就打在你脑门上。出去吧。站住！明天多带些人，雇好了车马，去金阳山庄。河东八家的康家要把家产给卖了，我是志在必得的。你顺便告诉你兄弟一声，他要是不想回宁古塔，最好少给我裹乱。请问靳大爷、靳大奶奶在府中吗？我是太玉峰的掌柜，我叫古平原，这是我的拜帖。太玉峰的掌柜这么年轻啊？王天贵这老狗眼睛是瞎了吗？你能否替我递一下拜帖？我就是靳大奶奶，进来吧。哦，久仰，久仰。古德掌柜，先在这儿坐一下，我伺候完我们大爷喝药，再来跟你说话。古德掌柜也喜欢石头啊？啊，颇有些野趣呢。你知道这些石头的来历吗？这是太湖石，从太湖运来的。也对，也不对。这些都是北宋徽宗皇帝选定的石头，他搜罗下天下奇石要运回汴京，船还没到呢，国家就亡了。船夫们为了逃命，就把这些石头推进了长江里，就这样冲刷了好几百年。我家大爷也爱石头，又花上了5年的时间，把它们都给捞出来了。
果真是豪富啊，这是国宝啊！什么国宝呀？要我说啊，全是些败家亡国的玩意儿。再晃年，连个馒头都不如。大奶奶这番话，真是有见识。你少拍我马屁。我家大爷身体不好，你刚才不是看见了吗？啊，是。没想到大爷的身体，今日我来的真是不巧啊。大爷身体打小就这样，他就是太聪明，太会做生意，夺了天机，才到这个年纪，这身体已经变成了风前烛雨里灯，儿子没有，兄弟姐妹一塌糊涂，只是累我一个人。坐吧，说正事儿。我们东家特地派我前来拜会老八家的各位，他想出家资买下康家全部的产业，帮助康家度过眼下的危难。还有呢？我们东家还说，河东八家纵横200多年，大清天下，统领全国，行商做贾，心中十分仰慕。要是借着这一次可以买断康家，大奶奶是否可以帮助他，进到老八家里来，也算是为天下人出一份力啊。王天贵断不会说这样的话。古先生是个读书人，这话是你说的吧？是，虽是客气话，但也是我的真心话。老八家，哪还有什么老八家？早就已经风云飘散了。晋南的孙家孙大掌柜，晋北的李家，都比我这个晋家说话好使。但是，今日能得见一面大奶奶，已是3生有幸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不多打扰，先告辞了。太玉峰掌柜，后生古平原拜会李先生，请。福建岩茶，果然是天下第一呀！你懂茶？在下是徽州人，自幼是在茶园里长大的，跟着家里人喝过一点。既然懂茶，就不是妄人。我问你，你何以认为太玉峰买了康家产业就能进到河东八家里呢？王天贵一个人比我们都有钱啊，自然不是。河东八家自古守望相助，又何须外人拿钱进来？王天贵是觉得可以跟我们比一比，是吗？不敢不敢。我再问你，李先生，我久仰您的大名，今日特地前来拜会。您是主，我是客，能不能也听我说2句？讲。如李先生所说，老八家守望相助，另外7家富可敌国，随便拔根毛出来就能把空子给填上，何以逼得这康家要卖产业？话说回来了，我们太玉峰也是平遥城第一富户啊，就算入了老八家，也不至于给你们丢人呐。但大奶奶含糊其辞，李先生又拒人于千里之外，是不是我们东家得罪了你们，还是说这其中另有隐情呢？王天贵那个老东西啊，我以前一点都不佩服他，现在我倒有一点点佩服。他是怎么把你这种人弄到手里的？在下李中登，重见以礼。请。这边。里边请。
哎，虎兄，来。苏小姐，早就该来拜会苏小姐了，今日方才遇见。古先生拜会我什么？你把山西闹出这么大动静，我心里佩服得很呐。若不是古先生想出这些花花点子，把平遥赋上面搞得上吐下泻的，我还腾不出手来做这些事儿。话说来，我得谢谢您。先坐啊，坐下说。王天贵这一次势在必得，你要想买的话，让我一让。咱们兄弟，我让你暂时的，可买的人是他。康兄弟，你跟大伙说说，为什么非要发简，招天下富商买你家产业？今天没有外人，让我们大伙明白明白。但凡你说不明白，你休想出这个门。外边都谣传，我们老八家守着闯王宝藏，这些话传的是越来越神了。朝廷现在拿眼睛盯着咱们，南边打仗军费掏不出来，我们家这次运的是王爷的辎重，莫名其妙一把大火全给烧了。对方这是盯着我们家有多少家产呀！我要是不声不响用你们的钱把它还上了，那朝廷的怀疑可就坐实了。诸位，如果今天我康家不破产，那咱们老八家以后可就真没了。朝廷非得对我们下狠手不可，不如我这么狠心一卖，回家看孩子种地来的痛快。你们说是不是？这话说的有道理，我轮你了，康兄弟。来，先起来。康兄弟，这么干不妥啊！你毁家纾难，朝廷就不怀疑你了？未必吧？你看明白没有？外边那些人哪个不是冲着闯王宝藏来的？买康家产业是假，进到老八家里弄清楚闯王宝藏在哪儿是真呐。那就让他们买，买完之后他就知道，这是老虎闻鼻烟，没那么八宗事儿。郑大爷，郑大奶奶，哎，李掌柜，李掌柜啊，李掌柜啊，哎，来了来了，哎，来了。在下康家长子康素元，诸位请了。今天大家伙能来，为康家解除危难，是祖上有德，我就不一一道谢了。这些年，康家的生意做的是顺风顺水，多少有些骄狂，什么生意都敢接。这次接的是朝廷给军队运辎重的任务，本来想多赚一笔。莫名其妙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，家父一急之下吐血而亡。我今天穿孝来拍卖家产，是个不孝子。可国家在打仗，死的人成千上万，辎重的事情一天不解决，世间不知要平添多少孤儿寡妇。我这点事儿算什么呢？所以今天组这个局，请大家来共同竞价。这些是康家所有的田地、房屋、商铺，从山西到陕西，南下至四川，
大约有4万亩良田，217家商铺，还有3间大酒楼，产业都在此。如果有质疑的，请上前查看。有了这些产业，还不如去借钱。难道老八家会坐视不管吗？大奶奶，让我一句。说起来，这些产业，乃是我祖上当年学业不成，转学手工，手工艺不成，又在军营里谋了个超报小吏的差事，每个月只赚几钱银子。后来他负责在军队里运输货物，结识了不少天南海北的英雄。我曾祖豪侠仗义，说话讲信用，虽然他手无缚鸡之力，但人人敬他是条好汉。再后来，几个朋友凑钱给他开了个镖行，这才陡然而富。古人云：“君子之泽，三世而斩。”到今天已经3世了。老八家虽然同气连枝，但我曾祖当年有话，绝不连累同袍。所以今天还请天下的朋友让条道。康家子弟，就算不能经商，也不能没有志气。最后一句话了，请大家出价吧。哟，是啊，可不得了啊！王这王后，这老八家怎么个排行呀？诸位，我抛砖引玉，600万两。多谢。700万两，900万两。多谢。 1100万两。你怎么不叫价？我不想那么累。我我们家自个儿的铺多的都忙不过来了。你不知道，全越多越麻烦。这话说的够聪明。我要真聪明，我就不上这儿来了。 1300万两，我出1400万两。诸位，吃好喝好，我们这个饭局结束，拍卖才会结束。大家不妨来看一看，然后好好琢磨琢磨。苏小姐，你怎么不跟他们拼了？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谁要跟他们这样拼？ 那这产业你是拼不过来的，非要拼钱吗？他这人倒是蠢，这天底下有的是比钱更贵重的东西，一会儿你就看见了。更贵重的东西。恭喜你啊！我是应该现在恭喜，还是再晚一点？恭喜我什么呀？恭喜你顺利进入老八家。你可别扯了，有钱人多着呢。你刚才没听到他说吗？这天底下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生命。 哎，稍安勿躁啊！有几位朋友酒喝多了，绝对没有死人，大家放心喝酒啊，不要听下人胡说。请。喝酒。赶紧定吧，埋的没埋的，定完我们走了。马上定。来，喝酒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杭州的张先生和保镖死了，湖州的李家，苏州的王家，刚才出价那几个都，没错。
出过嫁的人都死了。哼，他是从南边过来的，我觉得他肯定会牵连我们家，咱得想辙跟他斗一斗。苏小姐，我们东家要我务必拿下康家的产业，您看能不能让我一让？哎呀，刚才那些人死得好惨呀！是你，你不会也想跟他们一起吧？不要。我看这是有人想逼死我们老八家，想一个子儿都不出，就把产业拿走。是江湖上的朋友干的吗？我看未必。江湖上的朋友哪有这么大的势力呀？咱们以静制动，让他自己跳出来。死人！就是有死人！你赶快走这地方去！诸位，今天我变卖康家的家产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死人。你这个短途的买卖，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做了。走！都坐下！奉王爷令，今天喝酒的各位一个都不能走。康家的产业卖不掉，军队的辎重解决不了，你们就等着陪葬吧！都坐下，继续干！700万两。李掌柜的，既然他们都死了，我就接着您的价喊了。好，好聪明。 800万两，1000万两。这位小哥面生的很啊！您认识他就行，不面生吧？1100万两。诸位，我也叫个价啊！我倒要看看今天会不会被人弄死。 1400万两，1500万两。反正你交多少，我就比你多加100万两。诸位得罪了啊！今天我是势在必得。快点，还有没有？2000万两。 怎么？京城李百万家的不够格吗？你也要加入了是吗？是啊，这么热闹啊！但是你不会把我和古兄都这个吧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和你想的一样，我也想捡这现成的便宜。 你不是说帮我忙吗？哦，哎，你喊多少来着？2100万两。2500万两。2600万两。你把王天贵的骨头熬成油都拿不了那么多。我要好李国，跟我借他。 我这是在帮你爹办事，你搅什么？2600万你能买个开心吗？你知道我最想要什么吗？我就最想看你跟我爹垂头丧气一次。幼稚。
古兄弟是吧？请过来这边。诸位，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，那康家的产业就属于太玉峰了。康掌柜，2600万两数目太大，允我10日之内划清给您，承让。有这么多的银子，何必杀人呢？大奶奶，你想什么呢？人不是我杀的。哎，好，太玉峰以后就是老八家了，我恭喜古兄弟。恭喜。王爷到！王爷，如今叛贼猖獗，朝廷又催得厉害，可是没有钱粮，兵马难行，你当不起这个罪。小人正在变卖家产，10日之内一定偿还辎重。10日，这就是老八家。哼！国难当道，一个个在这里斤斤计较。朝廷说我心慈手软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都一起锁了吧，好歹也有个交代。哥，拿下！3日内交不上来，走，一个都活不了。快点，快点，走，快点，快走，快走。走，走！以为兜里有俩钱，就都是人了吗？在我眼里，不过是一屋子的屁。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！怎么样？你兄弟的脑袋掉的会比帽子还快。馊了。别喝了，馊了。馊了也是粮食，不是？武兄，你跟他们说，你不是老八家的人，没必要在这儿受罪。我说了，他们不认啊。他们觉得我既然买了康家的产业，那就是老八家的。咱们患难与共吧。只怕到了明日，这馊饭都没有了。要不要来一碗？呀，我来是守山西的。像他们这么小打小闹的干，根本站不稳脚跟。我来之前跟王爷知会过了，就在这儿开家票号，名字已经想好，就叫太平号。从平遥一直开到下面各个县城，延展到整个大清。太平号就是个口袋，把平遥这些票号全部都装进去，这是门好生意啊！票号的生意，京城李家接过来。呸！每家300万两赎金，这不是伤害地方吗？亏他想得出来。朝廷这几年少要钱了吗？打赢过什么仗啊？你等我出去的，军机上有几位跟我有点交情，我捐个御史，我参他。孙掌柜，您别生气了。眼下这个局面，不给钱是出不去的。
哪还有功夫让你买个御史参他一本呢？他是声名赫赫的铁帽子王，说句话都地动山摇的，你参得动吗？是这个理儿。我就奇怪一件事，我们在晋阳山庄聚会，请的都是山西有人物字号的票号，他们怎么这么清楚？把门一堵，下手抓人。我看里面的事儿没那么容易。哎，爹，您来了。得嘞，全看老爷子您了。你们叙话。你天天跟那个刘范混在一起干什么？哎，我们俩事儿您都知道了。我们俩一起弄了一个城门档和上门档，把这平遥城颠倒了个个，实在是痛快的很。你痛快了？窝藏包庇刘范的罪名谁来背？那轮不着您来背，您就放心吧。您就告诉我，您到这儿到底是来干嘛？哎呀，实在抱歉，让各位受委屈了。王爷让我来看看大家吃好了没有。诸位都是王爷的客人，如果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，还请见谅。你们王爷可太客气了。300万两，我没有，我的钱全在茶上。拿折子来我们家抄家，王爷这客人我是做不起，没那银子。这事儿啊，我们也和王爷说了，但是啊，王爷他身份尊贵，这说过的话如果再收回去，这脸上也没光，不是吗？这票号里的钱都是山西老百姓的，要一下子全拿出来，那百姓怎么活啊？朝廷已经把江南给弄丢了，现在是想让山西也大乱吗？这位小哥眼生得很呐，不知贵姓高明啊？这全屋子的人只有一个名字，上银下紫，小名元宝。对喽，师爷，别假装客气了，划个章程下来吧。成。这次王爷从京城带回来一家票号，打算放在山西，掌管军中的粮台和银钱。诸位这300万两若是凑不出来，可以让这家票号代付，只需签字画押即可。至于这什么时候偿还，你们自行商议即可。抢到！这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平遥城开了个万元档，说是京城李百万他儿子开的，现在又来一个大票号，嚯！我老八家2400万两银子他都有，怎么就这么有钱呢？莫不是会喘气儿的财神爷到了？回晋大奶奶，这家票号就是李万堂李老爷家的，叫太平号。如果诸位认可这笔账，肯签字画押，我向大家保证，即刻便放大家回去。这个李百万手也太黑了吧！啊，就想在山西立足，也犯不上把我们都给整垮了啊！这算什么？拿当官的压人吗？既然如此，诸位就接着喝粥吧。哼！爹，您这么干行吗？你呀，乖点儿，别惹祸，远远的看着，学着，我就阿弥陀佛了。爹，我觉得经商的人要讲信用，您这么干，
强取豪夺，仗势欺人，落井下石，不择手段。乖儿啊，我看你啊，还是回去好好读书，争取考个功名。做好人。哎，这王爷搞这么一出，啊，这是收了太平号多少银子呀？恐怕谁也不知道。我就觉得，你刚挤到这老八家，就遇到这种糟心事儿。假的，假的？什么假的？他天底下经商的，有谁把所有的钱都囤在一个地方啊？再者说了，有哪个票号能拿出300万两银子的现钱？我看要银子是假呀，这太平号是想把票号的所有买卖都纳入怀中，据为己有，这才是真的。老八家的这些富户，只要签了借款，我看呐，就是人家本上的肉喽。这个李百万呢，是好手段。是王爷要来了吗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诸位啊，见谅见谅见谅啊！狱中相见，实在是万不得已啊。李万堂，李老爷子是来看笑话的呀？哎呦，不敢。咱们是商道一脉，兄弟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。能啊，赶紧跟王爷说，把我们放出去啊！这没杀人没放火的，把我们搁在这儿，多不体面啊！自古官家两张嘴，一张说有，一张说无，讲不得道理啊。这2400万两，兄弟先掏上，帮大家伙儿逃过一劫，如何？好大的排场！这大清国1年也就这么点钱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时局不好啊，大奶奶。咱们商道一脉，更要携手合作啊！兄弟我久在京师，少来3晋，不过朝廷那面还有些个能说得上话的势力。这300万两全当兄弟入我老八家，诸位还有什么过不去的沟沟坎坎，太平号替大家伙儿铺平电牢。这可不是我李万堂来侵吞老八家，是敬仰先贤，尽点绵薄之力。这太欺负人了，这此言差矣。好，如果诸位不同意的话，我回京师便是。好，好。可是军情如火啊，王爷又是个炮仗脾气。我来的时候，王爷说了，这老八家掌握着闯王的宝藏，怎么连点血都不肯放呢？
实在可恶。闯王宝藏，咱们山西的娃娃从小就知道这故事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你也相信啊？你来这里不也是为了闯王宝藏吗？当年闯王兵锋何等锐利，出秦岭，越太行，破潼关，水淹开封，席卷黄河上下，抵定中原。但他们拿到那些钱财之后呢？将近贪图享乐，士兵怕死，最后落得一个莫名其妙的消亡，何苦来呢？这可是1等1的凶杀。哎，这几句话说的当真深切。你是武平原，正是。我经常听小儿提到你。你这番话很有见地，不过这是读书人的想法。你将来要想从商，这可是大大的错误。有什么错？金银钱财乃是天下人的公器，并无善恶是非。人的错，人要自己承担，怪到钱的份上，没有道理。天下无不可用之钱，无不可用之人。你记下了。